们的沟通比赛当中，对方这下，这下对方啊，一方面是对方的手，哎呦啊，刘康康，漂亮，机会，赢了，结束了，康康赢了。格斗比赛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是因为它不但热血激情，更是会给拳迷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很多比赛的逆转瞬间也总会让人热血沸腾。王朔与金圭成的这场比赛就充满着惊喜，你不看到最后，你根本想不到结果。就算你看到最后，没有看到其他镜头的慢放效果，你还会以为是一场侥幸的胜利。这是一场王朔签约万冠军赛的首秀，他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金圭成。那这个金圭成是什么来头呢？他可是 DMC 和 KMF 踢拳冠军，此前有着15胜3负的踢拳战绩。当他转战综合格斗赛场之后，打出14战10胜的优异战绩，其中8次终结6场 KO。而对于王朔这位新锐选手，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从个头看，金圭成比王朔差不多高了1个头，因此他首先失去了身高臂展上面的优势。这一场笼内的台才还是穆罕默德·苏莱曼先生。Let's go。王朔在以往的比赛当中，有时候会戴一副黑框眼镜的形象示人，也有眼镜侠的称号。今天的这个比赛应该不需要戴眼镜儿。比赛开始后，两个人都相对谨慎地开始试探，直到差不多40秒后，金圭成率先发出了一脚，两人才开始了真正的战斗。可能要大于10公分呢。对，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资料上面报王朔是163嘛，你就算这2年长一长，我觉得可能到169呢，应该是穿鞋身高，可能是啊。所以对于王朔来说，更多的靠近对手去打一些内围，可能是这场比赛在战力上面的一些好的建议和想法。是。王朔和金圭成呢，是都打过呼日格啊。金圭成呢是当时战胜了呼日格 ，TKO 战胜，而王朔呢那场比赛是点数判定，最后输了。不过这个时间，王朔看起来更主动，但实在是身高是硬伤啊。首先就是他根本无法靠起实时出扫腿的对手，其次就是距离太远，他的小短腿根本就挨不到对手，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不好下手。反倒是金圭成进可攻退可守，打得王朔十分的被动。王朔在身高不足的情况下呢，肯定是要动起来打了。因为对面呢，在61.2的这样一个体重限制之下，他1.79米的身高，这个整个身体的肌肉维度啊，肯定也稍微差一些，这是必然的。金圭成呢，我们看比赛到目前为止，他始终是想把整个笼内的节奏。然而王朔并没有坐以待毙，他知道对手一直保持着两个人的距离，也是忌惮他拳的力量，所以他突然一个猛冲，迅速的2拳加1脚，也让现场裁判看到了他的优势。手的摆拳应该是打中金圭成的头部了，是低扫，漂亮，又是一拳，这是王朔这场比赛非常棒的尝试。王朔连续2次快步上前的摆拳都成功打中了对手，但是也让对手的危机感加重。金圭成也开始加快了进攻速度，并且很好的控制着两个人的距离，甚至一拳还直接打中王朔的下颚。看王朔这个头部的摇晃情况来说，这一拳很重，王朔很危险。还好王朔立马将自己转了过来，也很快恢复了清醒。对，你今天跟对方打定点是不行的，打阵地是不行的，脚步可以更碎一些啊。漂亮，刚才的这下上勾冲天炮，可惜呢没有能够把我拳锋完全打上，挂了一下对方的下巴。尝试要通过一些扫踢去破坏金圭成的脚步移动。你看王朔打拳啊，全都是要上不上拳。对，你这个站在原地这出拳真的是够不着。站在原地出拳的话，对方能够得着你，但是你没法够着对方，这是比较为难的一件事情。今天可能适当的要击一击腹啊，因为你够头部这个确实距离太长。没错，这个对手从身高上面来说确实难打。低扫下巴收好啊。龙斌也在提醒王朔啊，保护好自己的下巴。这个出拳脖子不要动啊。漂亮，后手不错，后手跟得很准。前次已经影响到对手，后手呢是完全打穿对手报价。王朔还有1分半。这叫放我呢。因为要把这样的一个对手压向龙边，他开始思考如何控制两个人的距离。
毕竟由于身高这种劣势，迫使他每次必须上步出拳才能打到对手。这不但动作太大，很容易让对手警戒，也十分耗费体力。总而言之，这一回合王硕的确打得相对吃力。1分钟。是你在移动上面，就是脚下一定不能偷懒，一定要勤快。对脚步的要求很高啊。现在呢，都还是打这个，其实是前后动，前后动。对，我觉得呢，横向上面你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像对方的这个前手侧，要做更多的移动，多做一些环绕，去找对方可能出现的一个空档和缝隙啊。因为今天很明显了，金龟城也不会跟你打地面，肯定是站立想解决问题了。多向对方的左手侧啊，多做一些环绕啊。刚刚金龟城呢，在击打的瞬间做了一个后腿的上踢，也被王硕给躲掉了。然后对手是一个踢拳手啊。金龟城的整体技术还是不错的。王硕今天要打这比赛确实不容易。哎呦，你看，距离上面吃亏吃太多了。尽量减少对方的有效击打。他这个比赛呢，两个人等于是打站立，但这比赛又是打综合格斗规则。综合格斗规则呢，你一个回合首先是5分钟，你这个比赛当中你休息的时间不够。第二回合，金龟城明显更主动了，得到机会就猛冲上前攻击王硕。王硕在进攻上面要有更多的办法使出来。上一回合有尝试啊，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漂亮，变线踢。又是一个高扫踢。好的。王硕的脚步移动明显较之上一回合来说还有所增加了。漂亮。好的，始终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保持对头部的防守。是，哪怕对方呢没有在适时的时机出拳，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不给对方呢一点点击倒的可能。金龟城又是一个扫踢，但是扫踢你看，就是力量也不够啊。对，是因为你这距离够不上，力量肯定够不上去。去踢的啊，你这么够着去踢，其实最后对你的脚趾是挺危险的。最后脚趾还容易受伤。王硕相比上个回合移动得更加频繁，他甚至如果被对手掌握了两个人的距离，那么依据对手手长的优势，他是很容易中招的。但王硕要想在这场比赛中获胜，还得不停地做更多的尝试，找到更多可以克制对手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把控两个人的距离感。终于让王硕找到了机会，带倒了金龟城。他趁着这波机会发起了一波拳腿组合打击，占到了一些便宜。发现这一方法奏效，王硕后面还是想故技重施，但是金龟城有了防范，并且大多数时间都把两人的距离控制得很好。连续的组合打击没有给王硕其他机会，甚至被金龟城多次组合拳砸中，一度没有占到什么大的优势。刚刚呢，金龟城场边的边角也在提醒他，找机会带倒对手。是，漂亮，高扫。扣住一边单腿，放下来之后呢，再接一个前手直拳。摇闪啊，头部摇闪。还有2分半，王硕，2分20秒。这回合还有2分半。哇，对方这组很干脆啊，前后直勾啊，经典的组合拳。打踢拳的选手呢，在组合技术上面用的都是非常的娴熟的，这也是为什么王硕呢，基本很难跟对方打近身。一旦近身之后，对方的组合技术使出来，又再次会拉开距离，而且还会遭受到不少的重击。注意头部摇闪，再做扫踢。高点，1分40秒。漂亮！
王硕呢，在两个人距离拉开那一瞬间，还是没有能够保护好头部，被对方补了一个后手。前踢，但是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两边的拳手对于对方所造成的一个实质性的伤害和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好拳！哦呦，金龟城，金龟城不仅仅是打头部了，哎，他刚才这下呢有这个身体的分点进攻，但是他的拳的力量呢也受限于他的这个身体的结构，没有那么重啊。王硕要争取打跟进，刚刚那几拳呢已经是补得非常不错了。是，但现在来看的话，金龟城他的右眼应该是受到了一定视线上面的封堵，因为之前他的右眼被王硕有打中的。是，王硕啊，这组前踢做的还不错。没错。漂亮！金龟城这个后手摆拳也打中了。金龟城的拳的精度不错。对，这是之前打藤泽张博那个节奏啊。包夹不好，包夹不好。王硕还是得多移动啊，还得多动，脚下不能偷懒。不错啊。互相换腿。来到第3回合，金龟城继续采用后腿扫踢控制王硕的移动，似乎胜利在望，并且也很难要求王硕能在最后一回合突然想到什么能反杀对手的奇招。不过神奇的是，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但是两人似乎都默契地进行着站立拼杀，丝毫没有一方想要下潜抱摔进入地面的意思。团队不停地在为王硕播报着时间，想必王硕心中也十分的焦灼。但是面对金龟城这么长的一个臂展，如果在地面做柔术的布置，有时候会显得也会有难度。对对对，也会有难度。就是我们只能说，就是你现在破解这个困局，你得想办法。今天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尝试做一些下潜抱摔也好，笼边的布置也好，甚至是地面的一个降服动作。这个是综合格斗比赛的场上的一个缺失，但是也要看看两位选手是不是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里面能不能够分出个高下啊？是，至少从肌肉的维度也好，或者说是比赛竞技状态来说，王硕都不错。但是金龟城呢，他的臂展上面的优势太明显了，而且拳的准度上面很棒。今天就是这个一招鲜啊，就够用了。对。你看金龟城，感觉是大打小啊，反复的用后腿的扫踢在滋扰王硕的一个左右横移。还有3分半，王硕还有3分半。赛还有3分半钟的时间，团队一直在提醒王硕时间点。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场边指挥了。因为在之前肯定是跟他有过专门的沟通。突然，金龟城在靠近王硕时，像是突然滑倒了，并且丝毫没有要迅速起来的意思。王硕抓住这个机会，立马上前砸拳。裁判紧急叫停了比赛。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王硕走了狗屎运？金龟城不慎滑倒，让他钻了空子。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角度的慢放。金龟城在对手靠近的一瞬间，一个浑然天成的近身肘砸倒了金龟城，并且也是这肘让金龟城一瞬间根本爬不起来。这是他的实力，他用这一肘直接反转了比赛，也成就了一场经典赛事。首秀就能让人记住的选手不多，但牛康康却做到了，并且这还是一场客场作战。他的对手是来自菲律宾的终结者桑诺，不但比赛经验丰富，又是在自己的主场，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然而牛康康却仅用31秒就让所有人为他欢呼。后来换成了康康之后，所以这样的话，两个人打的是一个协议体重，在68公斤进行一个对较量。其实对于康康来讲的话，他这次的升重，我们要担心的是一个体能方面的问题，因为升重之后呢，对于选手来说，能不能够支撑？比赛一开始就能听到现场十分亢奋，无数人在为桑诺大喊着加油。两人并没有一开始就电光火石般的开始拼打，而是各自都十分谨慎地移动着位置。然而比赛的结束却是在一瞬间，竟只源于牛康康的凌空一脚就直接 KO 了对手，等同于几乎只用了一招，牛康康就将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对手直接 KO 了，并且对手仰面朝天，几乎没有了什么知觉。很快，非常快，想必观众乃至于桑诺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比赛就已经结束了。这场比赛也让牛康康一夜成名，也让观众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 MMA 拳手的崛起。
说起中国年轻一代的接班人，唐凯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并且他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开启了抗日副本。日本作为老牌的亚洲格斗强国，在万的擂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唐凯的加入让中国力量首次在这个擂台上击败了日本选手。唐凯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高桥廖悟，并且他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在万的冠军赛场上，除了排名第1的丹顿，其他的对手他都是以 KO 对手的方式结束比赛的，实力十分的恐怖。然而唐凯却打破了这个魔咒，即使算上之前他在 Shudo 的系列赛事当中，他也是出了名的 KO 大王。当然，今天的比赛呢，唐凯和对手相比有身高上的一些优势。对，我们可以看出他大概有5公分左右的优势啊。是，唐凯来说的话，他之前的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格斗智商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很容易的去在比赛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打击，通过一些距离的判断，去分析对手，去调整自己的战术。是。唐凯对上高桥辽武，这是一组很有看点的对决，非常有看点。但是我们在这里多说一句，之前在比赛上我们也聊到运动员的身形啊、身材比例对于比赛的影响。好的漂亮！唐凯这个前手很漂亮，就是高桥的这个身形，我们看，作为模特那一定是上身太长，没错。但是作为格斗家，这个身形刚刚合适啊，刚刚好，就应该上身长一些。是。Action！ 场面也提醒唐凯，比赛一开始依旧是双方的试探。其实细想，很多冠军的争夺赛，很多高手啊都是十分谨慎和谦虚的，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冠军说我上来就直接猛冲向对手，将其拿下，都是以敌动我动，敌不动我不动的相互试探开始。不过这两人的试探实在太长，维持了差不多将近1分多钟，连现场裁判都忍不住再喊了一句 action， 直到裁判郑重其事地将两人分开，然后再次重新让两个人开始比赛后，高桥辽武才率先发出了一脚，两个人才开始脚法上的交锋，但依旧是不太激烈。高桥也不太敢主动打近身，因为对方的前刺也有威胁。对，但很快唐凯也开始发威了，他在做了一个想要前进的假动作，骗到高桥廖武之后，迅速直接上前，一拳砸在高桥廖武的下巴上，两拳直接将其砸倒。随后他抓住机会再补了一拳，高桥廖武虽有想起身的心，但终究是不行了。第一回合1分58秒，唐凯就直接反 KO 了这个日本的恐怖魔咒，也迎来了自己的4连胜。不管什么行业，都不要小瞧年轻力量的壮大，相信这些中国格斗界的中流砥柱一定能带领着中国格斗走向更高更远的顶峰。下期见。